前几天表妹来找我吐槽，说她网购了一件纯棉 T 恤，款式也满意，穿着也很合身，就是领口上的标签很不舒服，像剪了吧，弄不干净会有毛刺；不剪吧，摩擦皮肤又很难受。如果强行撕下来，衣服又会开线，简直是反人类设计，就是让人难受。事实上，生活中诸如此类的蠢设计还真不少，很是让人无法理解。比如本期分享的这8个，就是我见过最脑残的设计。明明很不实用，咋就不能优化一下呢？清凉油盒盖清凉油是个好东西，不仅能缓解蚊虫叮咬，快速止痒，同时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它的盒盖设计真的超级无语，打开难度不亚于小学生徒手开罐头。这个盖子口设计太不合理，连个借力点都没有，竟然还能做到量产。网友艾特墩墩是个好汉子，老虎清凉油到底怎么开？网上查了各种小妙招，摔了3次没开，用指甲撬也撬不开，用左手固定，右手拧也没用。聪明的我还试了用卫生纸包住，防止咬漏，结果卡得更紧了，我也是服了。还有网友吐槽说，简直油盐不进，最后只能用剪刀给豁开了。过后心里暗骂，这是给人类用的吗？2. 药品说明书，上周肠胃不适，全天都在拉肚子，去医院看病。做完检查，医生给开了2盒消炎药，然后说自己看说明书服用。结果回到家打开药盒后，瞬间石化了。小小的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字，还是正反两面，目测少说也得万字以上，字体小到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研究小半天也没看懂怎么服用。这哪里是说明书，难道不是天书？网友艾特别拿无知当个性，记得以前的药品都是中文名字，什么药就是什么名字，如止痛片啥的，好记又明白是治疗什么病的。现在倒好，说是和国际接轨，都是化学元素名字，既看不懂又不知道治疗什么病。还有就是药品包装，很大的一个盒子，里面的装的药少得可怜，不知道是买的药还是买的包装。3. 八宝粥勺子，每次和家人去超市，我总会顺带上几罐八宝粥，因为经常要早起出差，吃这个不仅有营养，还很方便。但它内置的勺子设计太不合理了，甚至说有点反人类，因为长度太短了，每次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得被迫做出 OK 的手势，不然你就挖不到底。网友艾特专业东北人，反人类设计八宝粥加1，口那么小也就算了，勺子还那么短，真是脑残设计，根本捞不到。糙人我只能用碗喝。不过听网友说，现在勺子升级了，变成3折加长款了，不知道真假。4. 牙刷包装，最让我不能理解的还有这个牙刷包装。为啥要设计的这么难打开？要暴力撕烂纸皮才能把牙刷取出来。记得牙刷都发明几百年了，这个时间跨度连猴哥都从五指山下解封了，怎么这个设计还不改进？包装就这么难撕，真是无语至极。网友艾特叫我们 Luna， 每次拆新牙刷都觉得这个设计是 bug， 难道是我的问题？每次都是先费劲的把外皮撕开，然后里边的再死扣，整个过程狼狈又恼火，有时候着急只能用小刀划开。也想问一下广大的网友，你们是怎么打开牙刷包装的？5. 米袋子封口和牙刷包装同样难拆的，还有米袋子的封口线设计，这个包装上的缝合线拆开难度堪比愚公移山，需要一点点的拆，一点点的拽，对于没有耐心的人根本忍不了。讲真，很不理解为什么不能设计的简单一些呢？虽然网上有教程说什么按照单线朝我，从右往左的口诀就能打开，但亲自试过几次后发现根本不行，最后还是用剪刀暴力开袋。网友艾特锦鲤不怕大家笑话，当了多年的家庭主妇，到现在也不会拆米袋子的封口线，每次都是靠剪刀边剪边拽，好麻烦。我也知道好像有条线可以拉开，但根本找不到到底是哪条线，到最后还是得靠暴力解决。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6. 盲道设计，我原本以为盲道设计都是直的，除非遇到障碍物或者井盖子一类的才会被迫转弯，但直到我看到图片上这个奇怪的造型设计，真的搞不懂设计者的初衷是啥。难道是我这个外行看不懂，还是有啥科学依据呢？对于这种脑残设计，真的想骂娘。在我看来，纯粹是为了应付差事，根本没有考虑到盲道的作用以及适用人群的不便利性。网友艾特碎念，有些城市的盲道规划不要太过分，一条正常的盲道突然被一根大树的地盘挡住了，你觉得合理吗？之前就刷到各地区网友分享的不合理盲道设计，仿佛都是施工方为了交差草草了事。据了解，目前国内有500多万盲人群体，为啥路上见到的寥寥无几？这样的盲道走起来和上刀山下火海有啥区别？7. 带脚蹬子的电动车，有网友说，带脚蹬子的电动摩托车是本世纪最脑残的设计，这话一点不假，因为没有一个正常人日常骑车的时候会蹬这个脚蹬子。很多人买了电动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拆掉，因为碍事又无用。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什么没电的时候可以蹬2下，但试过的人都知道，一个壮汉也就勉强蹬几十米，更别说女人了，何况还有摔伤、磕伤的风险。网友艾特五花肉不好吃吗？骑了1周的电动摩托一停车就素质下降，
心中有千万个草泥马在奔腾。这个鸡肋的脚蹬子到底是谁设计的？挪开脚蹬才能放脚撑，对我这个瘸腿的残障人士太不友好了。别和我说什么没电的时候用得上，谁出门不看电量？知道电动摩托有多重吗？智商倒退的人才会想着蹬它。8. 垃圾分类。几年前搞得沸沸扬扬的垃圾分类，现在也没声音了，彻底沦为了笑话。现在我家小区门口还都能看见3、4个分类垃圾桶，什么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但按照分类执行的却寥寥无几了。其实垃圾分类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实施起来真的很难。很多人根本分不清哪些是能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而且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的管理标准还不一样，真的让人头大。也有网友吐槽说这些就是表面工程，认认真真的分类后，结果看到垃圾车来了，一股脑全都倒在一起了，汤水流的到处都是。网友锦鲤淼淼跟帖吐槽说，我们好几年都是这样一车拉走，可笑的是每个月还要按时上报，假装分类了，还要做台账，你就说有多搞笑。哈哈，我们内部管这个叫无中生有大法。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脑残设计？欢迎评论区一起吐槽。如果装修一个家，你首先考虑的不是功能，那基本就是装废了。不管你是选择简约装修还是豪华装修，功能都是第一核心要素，其他都应该往后放，要为以后的生活考虑，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造型。所以奉劝大家，装修真的别太用力。如果你是刚需家庭，我总结几点在装修中没有必要投入太多预算的地方，帮大家省钱的同时还不会降低生活品质。1. 关于瓷砖，大部分的家庭装修地面都会用到瓷砖，其实现在的瓷砖质量都没问题，不管你是几十块还是几百块的，只要不是专业人士，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不要迷恋一线大品牌，尤其是一些高大上的展厅，你看的每一块样板砖都是经过抛光打蜡，然后加上氛围灯光的，看起来很漂亮，其实等铺到你家里也就那么回事。另外也不要盲目追求大板砖，特别是750乘以1.5米、900乘以1.8米这种大规格砖，记住这些都是给大平层、大别墅准备的。大板砖好看，那都是在瓷砖店里边，到你家里边需要排版裁切，到处都是小条子半块的，大砖还有意义吗？如果你家是100平米左右的房子，用800乘800的常规尺寸通铺就可以了，后期做上同色美缝效果也不差，而且铺完之后你还要放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等等，其实也没剩多少空间了。况且你入住几个月后，你还会在意你们家的砖到底是多少乘多少的吗？你更在意瓷砖好不好清洁，颜色和花纹选对了没？因此不如把买高端瓷砖和大板砖的钱省下来，把家里卧室的定制衣柜、床、床垫这些做一下升级，换成更环保的板材。卧室是用来休息和睡觉的地方，对于健康问题是不能将就的。2. 关于墙面，很多人装修喜欢在墙面大做文章，总想着只要花了大价钱就能提高装修品质。其实真的不建议大家不要做太复杂的造型，容易过时还不好清洁。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就简简单单刷一个乳胶漆，性价比最高。比如说可以调一个你喜欢的颜色，然后挂个大尺寸电视或投影就挺好，既经济又不过时。尤其是刚需家庭，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凡是没有功能的东西都不要装。比如说什么墙纸、墙布、护墙板等等，这类材料价格高，工期长不说，还会存在甲醛污染问题。特别是墙纸，保养不好，没几年它就翘边了，而且墙面受潮还容易发霉，后期想更换翻新难度也大。你要把胶水整个全部铲掉，然后重新的封层，再上乳胶漆。还有这几年大火的硅藻泥，说什么可以吸附甲醛，但没人告诉你吸附饱和后还得释放，它也只是甲醛的搬运工而已。另外硅藻泥施工难度也很高，得靠专业的施工师傅才能做出效果，成本预算自然不低，而且磕碰一块的话，后期修补非常的麻烦。3. 关于吊顶，装修吊顶其实它的作用就是用来遮凉、遮挡设备的，所以你记住，越是复杂的过时越快。特别是什么反灯槽、悬浮吊、什么叠级天花顶等等，这些复杂的造型吊顶，不仅工期长、造价高，而且还很难打理，特别容易藏灰。对于普通住宅，真的没必要做天花吊顶，就在棚面做一圈现在流行的双眼皮石膏线，施工难度小，造价还要便宜很多，关键也不影响层高，既简单又耐看，还不容易过时。厨房和卫生间的吊顶，也不要为了美观和颜值去用石膏板，
从耐用角度来讲的话，和铝扣板真的比不了。无论你是用防潮石膏板还是耐水腻子来做，时间久了都会出现发霉泛黄的问题。而且你别忘了，像厨房和卫生间顶面都有水电、排烟管道等等，真有问题的话还不好维修。建议大家就用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选择纯色无花纹的，效果也不差。选个品牌的铝扣板，300×600规格的，也就180块一个平方，经济实惠，容易清洁，还好拆卸。4. 关于指纹锁，现在新房装修，大部分业主都会考虑给自家入户门更换一个时尚的智能门锁。其实指纹锁的关键还是在锁，我们安装它的目的就是图方便，可以省去出门忘带钥匙的烦恼。现在很多智能锁真的是增加了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价格卖得很高，动辄就要大几千。但是当附属的功能大过基本功能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它的实用性了。在我看来，咱们买智能锁就是为了方便的，所以它只要能满足指纹、密码、刷卡、能开门就可以了，其他的附加功能都不是重点。原则上来讲，1000元级别左右的指纹锁足够用了，根本没必要为那些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买单。而且目前的指纹锁基本都是 C 级锁芯，防盗安全性也不要担心。5. 关于灯具，家里的灯具是用来照明的，装饰都是次要的，所以真的不要去买那些造型又复杂又贵的装饰灯，比如说什么分子灯、羽毛灯、水晶灯、欧式灯，这些灯又贵又难打理。也许刚装上时你觉得挺好看挺漂亮的，但基本上没过3-5个月就变得灰蒙蒙的，不清洁的话既影响美观又影响照明，清洁起来又很费劲，而且灯具造型越复杂，后期损坏的几率也越高，根本不耐用。真有那个钱，不如投入到极简灯上做一下升级，比如说筒灯、射灯、线形灯，这类灯具是营造装修氛围感的利器，建议你就不要去买那种10块8块的廉价灯了，灯光刺眼不说，用不了1年半载基本就坏了，要用就买好一点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广东中山灯具，买几十元一个的，基本都能用得住。6. 关于电器，对于一些刚需家电，就不要买那些太复杂功能的，只要能满足需求，选个基本款就足够了。家电这个品类，其实功能越简单越耐用，比如说冰箱用到它的无非是冷藏和冷冻，非要搞个智能冰箱，多个大屏幕说是能听歌、刷视频、点外卖，就问你平时会用得到吗？电视的话，也不要一味追求高端，客厅在4米以内的，买一个75寸的基础款就够用了。现在大家也都习惯了刷手机追剧看新闻，大部分家庭的电视基本都是客厅的装饰品了，不如把省下来的钱去买好一点的花洒、马桶，毕竟是天天要使用的东西。还有微波炉，大多数家庭就是用来热饭菜，买个基础款就行了，其他什么功能菜单就不要考虑了。然后就是电动晾衣架，现在的功能真的是越高越多，什么烘干杀菌、语音声控等等，价格卖得挺高，功能却很鸡肋，你普通话不好还控制不了它，有那个钱不如去升级好一点的油烟机，这样做饭下厨房时也不遭罪。还有热水器要买好一点，不要洗澡时忽冷忽热的，该省的省，咱们该花的花，把钱用在刀刃上。说在最后，所以装修一方面要量力而为，另一方面不管装修预算高低，都应理性，千万不要为了攀比炫耀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装修决定，因为一切最终都会回归到生活本质，实用才是王道。洗衣机几乎是家家必备，作为生活中的刚需家电，它是我们日常洗涤、清洗衣物的重要帮手。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买洗衣机人普遍都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这就让人想不明白了。明明是波轮式洗衣机价格便宜，而且洗衣服更干净一些，那为什么滚筒洗衣机反而卖得更好了？听一位卖家电朋友说，现在买波轮洗衣机的大部分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多数人更倾向于滚筒洗衣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家居博主，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另外，这些年家里面也换过3-4台洗衣机，从波轮到滚筒都用过，对比下来，我总结了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相比较，有3方面优势，也有3点不足。波轮洗衣机的优势： 1. 性价比高。要说波轮洗衣机性价比更高，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就是价格优势，毋庸置疑，市面上的波轮洗衣机确实售价低，甚至可以用大白菜价形容也不为过。我记得家里的第一台波轮洗衣机10公斤的大容量，当时买的时候才花了700多块。现在即使你买个大品牌的波轮洗衣机，带点先进技术的，价格通常也不超过2000。而反观滚筒式洗衣机，
普通款式的都在3、4千元，卖到7、8千甚至上万的更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通常波轮洗衣机的使用寿命长，像我家那台，至今已经工作7、8年了，还是啥毛病没有。说简单一点，就是波轮洗衣机因为结构简单，反而不容易损坏。2、操作体验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波轮式洗衣机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基本就和你用微波炉热饭菜一样。打开盖子，放入洗衣液，点击电源按钮和启动按钮，之后就不用管了。其次，如果洗到中途发现有遗漏的脏衣物，只需要点击暂停键，打开盖子，把衣物丢进去就可以了。另外，上翻盖的设计也非常人性化，拿取衣物不用弯腰。再说滚筒洗衣机，想把它彻底使用明白，还真的花上一番功夫。首先就是它的按键多，还有旋转按钮上的各种洗涤模式，光是产品的操作使用说明书就是厚厚的一本，对于年轻人来说，想把它完全弄明白也很费事，更别说家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了。还有一点就是滚筒式洗衣机是下方侧开门设计，这就造成每次拿取衣物都需要下蹲或弯腰，如果衣物多了，频繁晾晒会非常累人。这也是为什么售货员会说一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愿意选波轮洗衣机最主要的原因了。3、洗得干净。两种洗衣机的工作原理不同，波轮洗衣机类似于手搓结衣，而且滚筒式洗衣机类似于摔打式结衣，所以相比之下，大家也都认同波轮洗衣机的洗净比更高。但是实话实说，对于家用洗衣机很难说哪种洗涤方式更干净。比如我家的波轮和滚筒相比，并没觉得在洗完衣物的洁净程度上有啥差别。要说区别，就是我家那台滚筒洗衣机，有时候洗完衣服，感觉上面有时候会残留少量的洗衣液味道，这大概应该和滚筒洗衣机用水量少有关。家里波轮洗衣机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这大概也就是波轮洗衣机的优势所在。波轮洗衣机的不足之处： 1、损伤衣物。都说波轮洗衣机的工作方式水流大、搅动大，属于暴力洗衣，这点我是认同的。波轮洗衣的这种搓洗方式确实对衣物损伤大，我家那台就是如此。如果衣物多一点，洗完后的衣物都会缠在一起，不好拿，往往需要花时间手动把它们分开，而且上面全是褶皱，这点确实很烦心。而反观滚筒洗衣机，一般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洗完的衣物不仅不会缠绕，而且对衣物的损耗也小很多。像这年头，谁还没有几件好衣服？所以也是很多人更愿意用滚筒洗衣机的根本所在。2、功能太单一。不可否认，波轮洗衣机之所以卖的便宜，也是因为功能太单一。一般来说，只有洗涤和甩干程度。市面上卖的贵一点的波轮洗衣机，也无非是外观材料好一些，容量更大一些而已。虽说现在的高端波轮洗衣机也应用了防缠绕技术，但说实话，有了这个技术，就真能做到100%的无缠绕吗？这个还真就不一定呢。而滚筒洗衣机不仅功能多，洗涤模式也丰富。比如我家那台，不仅有空气洗、羽绒洗、羊毛洗，而且还可以选择超柔洗、速洗、丸子洗，可以满足不同衣物材质和污渍程度，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另外，还有波轮洗衣机不具备的高温加热、消毒杀菌以及衣物烘干模式。对比之下，显然滚筒式洗衣机更能满足当下人们对衣物洁净的更多需求。3、颜值差，占地方。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在购买电器的时候，已经不再像以前只关注功能性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于电器的颜值也很在意。波轮洗衣机因为价格便宜，所以用料也很一般，大部分都是塑料材质，看上去很廉价，很难满足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用户。而滚筒洗衣机看上去就高档多了，一般也都是金属材质，外形小巧紧凑，高级感十足。另外，很多人选择滚筒洗衣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空间。波轮洗衣机上是开门的，所以上方空间不能利用，就是不能做台面，否则舱门就打不开了。而滚筒洗衣机就没这方面的顾虑，它是侧开门的，可以很好的内嵌在卫生间或阳台洗漱盆下，使用时完全不受影响。总结一下，综上所述，大家不难发现，滚筒洗衣机之所以更多人选择，优势在于外观颜值高，洗涤时对衣物更呵护，而且洗涤的功能和模式更加丰富。而波轮洗衣机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优势体现在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而且使用寿命长。所以咱们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不是看那种销量好，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去选择。
说到装修这个事，相信大家都会经历至少一次，甚至好几次。那你们家在房子装修这个事上分歧大吗？毕竟房子要一家人住在一起的，要想装修进行的顺利，首先不能一言堂，但也不能每个人都有主意，不然真的会打起来。拿小编举例，当初小编仗着有些家装常识，便想着按照自己思路装的都是对的，但家里人不同意，毕竟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也表面屈服了。但是入住后，这些设计细节真是让我始料未及，越用越实用啊，真的香。很想说，再装新房我还这么装：一、入户门贴膜改色。当初装房子的时候没有更换入户门，因为觉得地产商给配的入户门质量很好，家里人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颜色太老土了，是猪肝红色的，跟装修风格不配。但是我觉得反正也是在门口，不影响什么。入住之后是越看越突兀，就想换个门，家里人不同意，说几十块就能搞定的事，非得花冤大脑袋钱。果然会过日子的人就是不一样，贴完跟换个门似的，又便宜又实用。有改色需要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小编家里选的是汽车贴膜改的色，缺点嘛还是有一些的，门造型处会有一些贴合不完美，但可以接受。优点还是蛮多的，省钱就不说了，贴膜特别适合有小孩的家庭，没有味道，刷漆的话会有味，而且后期不喜欢了，把膜撕掉换一张贴纸，又变一扇新的门。二、满墙电视柜。按照我的想法，客厅背景墙是要用岩板做造型的，还是家里人不同意，原因是嫌家里储物空间少，再加上隔壁邻居家做了满墙的电视柜，又有收纳效果还好看，所以我的想法直接被 pass 掉了。但是使用之后是真的香啊！原来想着家里能有多少东西需要收纳，怎么就能不够装？事实是不要小瞧家里人的购买及囤货能力，真的很能装，简直可以比拟一个储藏间的收纳能力。做的无拉手设计，整体效果完整，显着很大气，跟风格相得益彰，也不会觉得压抑。小编真心建议，家里柜子能多装一定多装，越多越好，后期过起日子来，你一定会感激我的。三、万向水龙头。当初装修时选的是普通的水龙头，入住后小编就想给它换成可抽拉的水龙头，想着临时洗个头和清理手盆的边边角角，多方便多实用啊！但家里人不同意，嫌贵又嫌费事，直接在网上买回来这个万向水龙头。用过之后，小编只能感叹一句，用着真香。万向水龙头可以随意旋转固定，不像抽拉水龙头还得一只手拿着龙头才能洗头，刷牙也可以不用漱口杯了，直接活水漱口，主要才10几块钱，真是经济实惠，便宜好用。四、金属踢脚线。说到地踢脚线这个事，真是当时装修选材跟家里人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主张用实木踢脚线，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人不同意，说我是土老帽，现在装修都用金属踢脚线。果然装上效果非常洋气，颜色也比较全，各种各样的，而且偏哑光，非常有质感，实用性也是蛮多的。它不仅防潮防水，关键还防火，最主要环保安全。后期如果需要拆卸，卡扣式设计也很方便。五、极简地轨推拉门。关于厨房推拉门，我的想法是做吊轨推拉门，原因是好收拾卫生，而且地面瓷砖完整性好。家里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担心有掉落风险，而且封闭性一般，做菜时油烟会跑出去，并且推拉次数多的情况下还有晃动的情况。后来在网上看到这个极简的地轨滑道门，一下子就把困扰我的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极简的滑道是直接在地砖上开槽，然后把极窄的地轨放进去，既好打理卫生，封闭性也好，还安全稳定，真心推荐。六、橱柜免拉手柜门。家里之前的橱柜都是带拉手的，时间长氧化变色，油烟熏的，还有卫生死角，最主要现在不流行了。本来橱柜厂家推荐的是反弹器开门，感觉不错，但家里人反对，理由是查阅网上资料，评价都不太好，反弹器不灵敏，后期干脆失灵了，诸如此类的评价比比皆是。后来直接选的门板延伸的做法，还省了不少配件钱，后期效果真的不负众望，不仅干净整洁，颜值高，又特别好打理卫生，整个厨房空间更加宽敞大气。最后小编建议吊柜地柜一个颜色，这样整体颜色更配套。七、金属衣柜。卧室不大，还想拥有衣帽间的朋友看过来，强烈推荐大家尝试金属衣帽间，我也是被家里人成功安利的。原先想着还是做个衣柜就行了，结果被家里人教育了，
告诉我现在都流行装金属衣柜，后期效果和实用性真的超出预期，增加了至少1倍挂衣空间，同时省去了不少叠衣服的时间，也不用担心衣服褶皱的问题了，并且一开柜门，衣服在哪一目了然。同时，金属衣柜在成本上也大大节约了预算，差不多2平多的面积1000多块钱就能搞定，最主要也没有甲醛问题，又省钱又安心，颜值也不输正常隔板衣柜。装修房子真的是一个大工程，里面的细节也是不胜枚举。以上这7个小编家的装修细节案例，真心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启发和借鉴，同时帮助你提升居家的幸福感。新房装修第一时间就打算更换入户门的业主并不多，毕竟开发商配置的房门除了样式落伍一点，在质量方面一定是达到验收标准的。但是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考虑更换门锁，而智能门锁也是大部分人的首选。因为相比于传统的机械门锁，两者的家居体验差别太大了。这一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智能门锁和传统门锁的区别，以及如何挑选一把好用不贵的智能锁。智能锁与传统锁的区别。没用过智能锁的人会认为，它无非是比机械锁多了几个开锁方式而已，没什么技术可言。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门锁不仅在解锁方式上更加多样化，同时在安全性、智能体验上都有很大提升。接下来就说说两者的实际区别。外观不同，传统的机械门锁价格再贵，外观看上去也没什么档次，而智能门锁主打的就是科技感和智能化，因此外观不仅高端大气，而且科技感十足，所以智能门锁在外观上是完胜传统门锁，这一点毋庸置疑。像我家的智能门锁，就是因为去朋友家做客，被它时尚的外观给种草了。解锁方式不同，不可否认，很多人选择智能锁，就是因为在解锁方式上更加方便。相比于传统门锁只能用机械钥匙开锁的不同，智能门锁的解锁方式更加多样化。比如年轻人习惯于人脸识别、指纹解锁，老年人的指纹不清晰，还可以通过密码解锁、门卡解锁。总之，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习惯的一种方式解锁，也真正解决了出门不想带钥匙，钥匙经常丢，又或者记性不好，经常忘记拔钥匙的这些烦恼。结构不同，不管是传统的机械锁还是先进的智能锁，它们的结构无非是锁体加锁芯。先来说下锁体的区别，传统门锁用的就是机械锁体，优势是技术成熟，价格成本低。反观智能锁，多数都是电子锁体，优势是能实现自动上锁，显然更加安全便捷。再看一下锁芯的区别，目前传统门锁的锁芯大致分为 A、B、C 级锁芯，其中 C 级锁芯防盗级别最高。据我了解，目前市面上的智能锁不论价格高低，用的都是 C 级锁芯，所以在锁芯安全性方面要优于传统门锁。安全性区别，智能门锁与传统门锁相比，不仅使用上更加方便，同时安全性也更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智能化功能上，比如可视化功能，传统门锁只能通过猫眼观看门外来客，而智能门锁可通过高清屏幕随查看门外人员，对身高不高的小朋友或视力不好的老年人十分友好。其次，猫眼监控功能，当有人按门铃时，智能锁上的猫眼摄像头会启动抓拍或录像，上传到手机上，随时掌握来客情况，再决定是否开门。除此之外，部分智能锁还具备异常警告提醒，当门外有异常情况发生时，会触发警报。对于居住的单身女性来说，安全性方面更有保障。所以，综合来看，智能锁的安全性远超于传统门锁。智能锁到底该怎么选？其实不难，主要看以下3个方面。挑品牌。智能门锁这些年因其销售火爆，所以也不乏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小品牌进入市场。虽然智能锁也是3分看产品，7分看安装的行业，但为了降低出现问题的几率考虑，建议大家还是首选知名度高的大品牌，毕竟质量过关，售后能力强的品牌用着也更安全放心。下面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市场知名度高、口碑好、销量好的智能锁品牌。注重产品性能的，首选德诗曼、凯迪仕、飞利浦；注重智能体验的，首选小米、路克、华为。看价格，市场上的智能门锁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价格不等，但这个行业绝对是1分钱1分货，价格上的差异主要对应在产品质量、功能以及售后上的不同。目前智能门锁的价格
大致分为3个区间，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1000元以下的产品不建议选，因为这个价位的多数是小工厂或无品牌，用料方面自然不必多说，成本在那放着呢。其次，没有自身的研发和技术，出了问题也不能解决。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品牌淘汰的低配款，实际体验也会大打折扣。其次，建议大家首选1500至2500元智能锁，这个价位也是市场销售的主流产品，也是各大品牌竞争激烈的价位段。所以，不管是材料方面，还是产品质量以及服务体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因此，选择这个价位的智能锁，基本不会踩坑。另外，像3000元以上的智能锁，多为各大品牌的旗舰产品。虽然在面板设计、产品用料以及功能研发上更加卓越，但是对于使用体验上差别并不大，所以也没必要多花钱。3. 根据需求选功能。目前智能门锁的功能很多，但也不是功能越多就越好，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功能，没必要为了一些用不上的附加功能买单，白白浪费钱。对于刚需用户，建议选择基本解锁方式的即可，比如指纹、密码以外，还支持钥匙开锁，这种最为实用。像高端的人脸识别功能就没必要选，给家里的老人选。除了常见的解锁方式外，建议选择带有猫眼加显示屏的，毕竟上了年纪的人视力都不太好，有了这个功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门外情况和来访人员。对于独居的单身女性，建议选择带有异常告警功能的智能锁，这个功能在门锁防撬、密码试错、异常徘徊等安全防护方面都有不错表现。总的来说，科技的进步就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智能锁的出现确实方便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它不仅省去了出门带钥匙的烦恼，同时也提高了安全性，所以这也是越来越多人选择安装智能锁的根本原因。